7749，这是个极阴之数啊，正好镇压了死人的灵魂。杀人借命，并非前所未有。20年前，长安也发生过这样的案子。一个商人受方士的教唆，为给父亲借灵延寿，连杀4人。出记载中分别写了1369的数字。当时我记得幺儿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，刚进师门，协助我验尸时，吓得直哭。时任县尉杜审言根据公廨验尸所得，很快就找到了凶器，锁定了嫌疑人，抓住了凶手。最终，凶手和那方士都被朝廷判了腰斩。这借寿邪术不过是权贵用金钱买命的把戏。现在发现了13，还会有69，那岂不是还会有2人遇害？这袋子里也有数字？有，就在我这儿。您老请看。我今天让你来家里吃饭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将这部《凝尸记》署名为你我师徒合著。这怎么行？这是恩师的心血，我怎么能贪功？哎，二师兄，你就别推辞了，爹早有此意。当年刑部和大理寺找爹要人，爹推荐的都是大师兄，其实不是因为看不上你，而是爱惜你的天分，想让你多留在他身边几年，协助他一起完成这部书。如此，是徒儿错怪师傅了。爹，我本想劝你重回仵作行，可近来听说你做炼容师做得很好，为师走在街上，一有人过来拜谢，是因为我的爱徒为他们故去的亲人炼容。我逐渐想通了一个道理：给逝者以美貌或庄严，和还逝者猝亡之真相同样重要。故为师决定尊重你的选择，是否重回仵作行都不重要，也和与我共同署名著书人无关。你先起来吧，你不要急着做任何决定，毕竟仵作大赛报名截止于3日之后。倒是有件事需要现在办，我已经写好了，逐钟世载出师门书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不让即将面世的仵作之书蒙羞。你能理解吗？能理解。钟世载急功近利，表里不一，早就该将他逐出师门了。但按照仵作行的规矩，这份文书需要门下弟子一同签字。幺儿，你从小不识字，但为师听说你现在已经学会了。是啊，离开仵作行3年，我除了做炼容师之外，一直在读书练习写字。啊，幺儿好勤奋的。我也是希望有一天，继承师傅衣钵时，不叫人说我目不识丁。好，那来吧。你看，为师已经落款，苏产也签了名字，就差你了。写上日子，6月23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
我明白，毕竟大师兄跟随您多年，但师父不必难过，不是您无情，而是他终是在自作孽不可活。我已经想好了这最后一篇写什么了，就写仵作为何不能杀人。师父，恕弟子直言，这没什么好写的吧？任何人都不可以杀人呢。您再想想，一定有比这更好的篇章，视作凝尸记的结尾。可为师这身体，您放心，您的手还有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虽然搬出去住了，但不是每隔3天都来探望您吗？其实，每隔3天，我也会去道观里为您求一次寿，早就得到了神灵的启示，说您的寿还长着呢。二师兄中孝道，苏禅不急。爹，我回来了。是谁先发现的尸体？是我。苏禅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凶手，以告慰耿老仵作在天之灵。无凶手。什么？你验过尸？我并未动过尸体，可我爹几日前曾教过我，他这是马钱子中毒之象，而马钱子正是我爹用来抵御创毒之痛的。我观现场并无打斗痕迹，故而推断，我爹是服用了过量的马钱子。这马钱子毒之前倒是听说过，还真没亲眼见过。这马钱子是一味药材，可以消肿止痛，但一般不多见，因为稍有不慎极易中毒，一旦中毒极其痛苦，头足相救，其事如弓，也像织布机，所以又叫千机药。中马钱子之毒者，起初无力，脖子发硬，继而肩部和大腿陷入痉挛，直至周身抽搐，最后全身蜷缩入弯弓，反复弯曲多次，其痛苦可为人间之最。如此说来，耿老正是中了此毒。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师父！苏仙儿，我师父怎么死的？可有验尸？尚未验尸，疑似过量服用马钱子导致中毒而亡。不可能！我师父懂医术，知道马钱子是剧毒，怎么可能过量服用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太疼了，所以不想活了？人在一瞬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，这也是有的。你胡说！我师父一生历经磨难，什么事情没遇见过？怎么可能因为受不了创毒之痛自寻短见？这是干什么？这二师兄，松手！苏千伟，请允许我一妖为恩师验尸，找到真正的凶手。不要，苏晨，可配合他。是。齐良！
万年县尉苏明前来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苏县尉，师兄和我昨日已经验过尸了。耿老与你是至亲故，不符合规制。苏某决定重新验尸。死者为大，而今恩师已入棺木，你难道要开棺不成？耿老做了一辈子仵作，为了探明案情，也没少开别人的棺吧？仵作之家找借口阻止开棺，这甚是荒唐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要先祭拜耿老。苏县尉验尸结果如何？莫非我师父不是死于马钱子之毒？是。他的手上、臂上、颈上、脸上可有抓痕？没有。可有反抗撕扯的痕迹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我师父是自己服用的马钱子，而并非被人强灌进入口中的。没错。那你开棺验尸验的是什么？这是对我恩师的大不敬！我要去告你！告我？你怕是没这机会了。我在耿老身上发现了这个。你很孝顺，耿老也很看重你，但当他发现你有可能是杀人凶手时，便将证据藏在自己的贴身之处，然后扶马钱子自尽。他是想用他的绝望和死结束你的杀戮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儿有笔墨，你敢写出13633个字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写？也是。你现在有了警惕，即便写出来，也不会露破绽。这也是耿老的高明之处。写上日子，6月23。将弟子逐出师门，需要同门师兄弟签字，这一行规应无先例。耿老就是要看看你的笔体。怎么可能？我师父就是个仵作。他虽是仵作，却先于本官推断出董月之死终是在逃不了干系。喜君，对照出气袋中的纸条，验着文书上的字迹。是。一瑶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究竟是一片孝心，还是怕我爹没命写不完宁诗记？苏明，你有什么理由怀疑我？
我是凝尸记的共筑者，我要将凝尸记献给朝廷，我要成为青史留名的第一仵作。我刚才说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来，看看这个。不可能！我离开这3年，我师父非常后悔。他让我一起署名仵作之书，就是在补偿我。那天他虽然说了一些恭维炼容师的话，但我知道，他心里想的，就是让我重回仵作行，光耀师门。耿老已经为仵作之书的最后一卷、最后一篇确定了名字：仵作不可杀人论。单看这名字，我也很难理解。再看这纸条，我就明白了，耿老是在暗示，之所以不许你重归仵作行，是因为你杀了人。其实你早就露出了破绽。董越的徒弟死了，在他的尸体后，地上有一块四方形，没有血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炼容之礼吧？我来为董越炼容，没人知道吧？没有，我知道师父和您师门不和，所以谢谢殷先生能来。这是做什么？炼容之礼，死者应受之礼。我能做些什么？站到我前面来，跟着我学。哦。面朝门外，为师父祈福。保持这个姿势，闭上眼睛。正值子时，应有更夫经过棺材铺，你担心被发现，故仓皇逃走，并没来得及擦拭地上的血迹，便留下了证据。验毕。这文书中署名阴妖的字迹，与出期带中字条的字迹，均出于同一个人。以耿老的智慧，我笃定他不会没有真凭实据就服毒自尽。故我开棺验尸，果然发现他将你没有防备之时留下的字迹藏在了自己的怀中。我还是大意了，验尸时看见那文书，
本想让他带走，埋于地下，便永远没人知道那借寿之人是我了。我以后写字也会改掉那该死的笔法。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子龙想，他就收养了我，但我真不想是他收养我。他满脸沟壑，目光阴沉，整天和死人打交道，我好怕他。我想学读书写字，可他却让我学验尸。他还说仵作之学口口相传，不需要认字。可是后来他却教了苏禅读书，我心里很不情愿。但离开他，我又会饿死。后来，慢慢的，我喜欢上了和死人打交道。我发现我很有天分，他也一直在利用我的天分。与其说他是我的师傅，不如说我是他的半个师傅。因为开坑中功法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。3年前，他把这些写进凝尸记，我意难平。他写进书里就变成他的了。我的一丝痕迹都不会被他留下。还有，刑部大理寺让他推荐仵作，他推荐的都是钟世载。他还说，钟世载能文能武，是个难得的全才。我更恨了。既如此，为何不教我读书写字，让我成个文武全才？3年来，你不仅学会了写字，从你用剑的力道上看，你还学会了武艺。不会，但我力气大。我每天晚上都在仇恨中拼命地猛刺、砍杀。我也不傻，我改行就是为了让他心存愧疚。我了解他，他这一生最在意的就是师门传承。钟世在急功近利，早晚会出事。我就在等着这一天，到时候为了让我重回仵作行，他一定会有所表示，要么将仵作之书传给我，要么便让我拥有我本该得到的合著人的署名。我等了3年，险些没等到这一天，因为他疮毒发作，随时可能丧命。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他一起经历过的案子，商人为其父借寿。你们知道吗？商人虽被腰斩，但他的父亲真的多活了好几年呢。所以，我也要借寿。我要让他活着写完仵作之书，我要凭借此书出人头地。邪恶如此，焉能当得了仵作？天分固然重要，但心肠才是根本呐。殷友，你会比你的师兄钟世载判得更重。你要为那3个无辜者偿命。